西藏的工资收入在全国名列前茅，每年的休假时长也让人羡慕。如果说要找一份工作，西藏的福利待遇一定是数一数二的。Hello， 连接公干3个周民，亲爱的家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藏族姑娘周曼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刚送走了一个小长假，又迎来了一个小长假。要说在西藏工作有什么好，就是假期多。那有朋友很好奇，为什么又要放假了呢？当然是因为西藏马上又要过年了。3月2号开始，全西藏都会放7天的假，来迎接我们的藏历新年的到来。藏历新年顾名思义就是藏日历的除夕以及正月初一。藏历起源于我国北宋年间，和农历、阳历不同，有自己的计算方法。藏历春节是藏族人从古的时候就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，相比较于农历春节，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过的节日。关于藏历新年的一些具体的习俗和知识，过几天卓玛会给大家展示，帮助到大家更了解西藏的文化。今天要讲的就是西藏工作方面的一些干货。全国假期最多的省份和自治区，西藏绝对算是名列前茅的。如果大家到西藏来工作，究竟好在哪里呢？今天就从几个方面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。第一呢，就是工资很高，西藏属于高海拔地区，除了南极和北极，这里被称为第3极。第3极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西藏的生活环境就像是南极和北极。青藏高原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地方，被称为世界屋脊。这里的紫外线强烈，所以就有了高原红。这里到处都是高峰，让铁路、航空建设的难度成为了世界之最。这里有一大片的无人区，我们说是地广人稀。这里虽然距离各位朋友的家乡很远，但是现在什么都有了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西藏林芝，这里是整个西藏平均海拔最低的地方，当然了，也是平均工资最低的地方。西藏的收入水平被称为3个类区，类区不是以城市来划分的，而是以海拔高度来区别。从2类区开始，一直到4类区，根据这个数字的大小，其实就能明白了。2类区代表的是西藏海拔最低的地方，也就是4000米以下。3类地区代表的是海拔4000到4500米之间的地方。4类区则代表了4500米以上的地方。类区越高，环境越艰苦，工资水平也就高了。林芝基本上全部都属于2类区，所以是西藏收入最低的一个地方。西藏一共有6个地级市，1个地区。拉萨有一大半属于2类区，其余属于3类区。日喀则有很多县城都是3类区，而昌都、山南和拉萨差不多，4类区都在纳曲和阿里。这2个地方没有2类区，海拔最低的都是3类区。所以现在我们都知道了，西藏环境最好的城市一定是林芝，最方便的城市则是拉萨和日喀则。以西藏公务员、企业事业单位为例，3个类区的工资差别在1000元到3000元之间。西藏很多人的首选就业目标就是公务员。以2类区林芝来看，刚入职的基础工资在6000元左右，那么纳曲和阿里就能拿到8000元左右。这样的工资水平，各位朋友觉得怎么样呢？那么第2呢，就是假期特别的多。西藏除了我国法定的节假日之外，还有很多的其他节日，藏历新年就是其中的之一。从1月到12月，还有更多的节假日。西藏其实有很多假期，每个地方都有所不同，比如拉萨每年也要放雪顿节，而西藏其余的城市每年都会有一些旅游节，比如日喀则珠峰旅游节、山南雅龙节、昌都茶马文化节等等。这些西藏本地的节日，每个都是3天到7天的小长假。就拿林芝来说，其实要过3次年，除了藏历新年和春节之外，还有公布新年。每年的公布新年都会放假的，有时候是7天，有时候是4天。除此之外，针对怀孕的姐姐们也有很好的假期福利。如果是西藏的公务员、其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，并且是西藏本地户籍的，每胎可以享受长达1年的产假，而丈夫的陪产假也有30天。而且在休假期间，夫妻2人工资待遇都不变。如果假期时间太无聊，回来上班还会有多余的补贴。当然了，西藏的户籍取得并不像北上广深那么困难，在西藏的单位工作，那么不用买房也可以申请西藏的户籍。成为西藏户籍后，孩子可以参加西藏的高考。除了产假外，普通的年假也有，只要在西藏单位工作满1年，无论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户籍，都可以享受1个月到2个月的年假，并且有6000到15000的包干费，就是回家探亲假、疗养费等等。因为西藏属于高海拔地区，在这里工作的人都不容易，所以福利待遇很好。
当然了，并非是所有的朋友都适合到西藏来工作。上面提到的福利待遇都是公务员及事业单位的工作，作为普通的打工人，在西藏的收入依然是很高的。比如工地的工人在领支也能拿到400元到500元之间一天，而服务行业服务员在领支能拿到4000元左右，厨师能拿到8000元左右。而接下来基本都是各行各业的销售，根据提成也能拿到上万到几万元不等。西藏的行业并不多，基本都是这些。而外地户籍的朋友如何进入西藏的事业单位工作呢？比如医生这样的刚需职业，西藏需要这样的人才。除此之外，通过聘用也可以进入单位工作。领支聘用的待遇工资4500到5000元左右，年假则为1个月左右。最后一个是针对刚毕业的大学生，通过西部志愿者计划到西藏，工作时间最长为3年，在2年内就可以考西藏的公务员，而且回去后还可以考研加分。最后我想告诉大家，西藏虽然消费水平比较贵，但是大部分工作都是包吃包住的，在这里节省一些，每年都能攒不少钱。而西藏的娱乐休闲和成都这样的城市差不多，基本都有。其实像计算机这样的人才不适合到西藏，因为这里没有大厂。上面提到的所有的工作都是按照3类区来制定的标准。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年都会到西藏，为这里的发展付出一份力，你们真的辛苦了。这里没有小区楼房，也没有年轻人喜欢的灯红酒绿，除了村落组成的房子都是高山和黄土陪伴。如果请你到这里来体验生活，你可以坚持多久呢？一袋水泥1块10，他们已经坚持了13年，并且还有第2个、第3个13年。一身制服1辆车，他们也付出了整个青春。Hello， 连接空卡3个中文家人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藏族姑娘卓玛。我现在位于西藏山南的贡嘎县，实际上现在西藏只有那曲没有运行中的民航机场。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实际上在山南贡嘎县，距离拉萨中心不到70公里，而距离山南市中心却有100公里左右。不过这也没啥，西藏成都市中心到邦达机场路程是124公里，可能是全国市中心距离机场最远的地方了。所以我们可以说山南和拉萨共同一座机场。由于昨天体验了现代化高科技满满的拉萨贡嘎国际机场，今天就不说机场了，从山南贡嘎县开始讲一条对于西藏意义非凡的高速公路。
都变成了理性。藏獒在高原的农牧区好好生活，乱象也没有了。广东的朋友计划在西藏林芝农村租了一套房子，所以想着买一条藏獒，而可爱的大叔给他们的价格才算是比较合理的。藏獒呢，只适合于青藏高原。它的性格呢，属于是那种憨憨的，到了一个城市里面，就属于一个陌生的环境，是比较容易伤人的。如果大家无意间遇到了藏獒，应该怎么办呢？藏獒的领地意识是很强的，大家不要这样蹲下，也不要这样跑，应该是慢慢的后退，